孩在看向门外时，突然发现年幼的表弟竟然爬到了泳池边缘，可他并没有上前制止，反而选择坐在楼上冷眼观看。原来他事先在泳池边放置了糖果，只是为了引诱表弟掉入水池中淹死。但令他失望的是，姑姑及时赶到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女孩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不料地上的糖果引起了姑父罗伯的怀疑。原来女孩就是大家口中的天生坏种，她不仅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，而且嗜杀成性。在她年仅9岁时，就已经身负8条人命，后来将自家杀到绝户后，才被姑姑领养。或许是觉得表弟的出生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艾玛体内沉睡的恶魔再度被唤醒。这天，罗伯突然问艾玛是否看到他的露营刀，艾玛摇头表示没有见过。可罗伯一转头就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了那把刀。结合之前儿子差点溺水的事情，罗伯开始怀疑艾玛可能有问题。出于对宝宝安全的考虑，他托关系为艾玛联系了一家寄宿学校，姑姑也对此表示赞同，毕竟那家学校十分有名。起初艾玛并不愿意去寄宿学校，但当罗伯假装无意地提到已经找到他的露营刀时，艾玛这才明白过来，罗伯是打算将他赶出家门。他强压着怒火，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同时，一个恶毒的复仇计划在他心中悄然酝酿。这天晚上，罗伯正在做晚餐，突然房里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只好让艾玛帮忙控制火候。可他刚一离开，艾玛就往锅里倒入了大量食用油，接着又将火力调到最大。结果不到几秒钟，楼上的姑姑就听到了警报声，她急忙下楼查看，竟看到罗伯差点把房子点燃，而艾玛却掐准时机出现，并且准确无误地找到灭火器。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watching it. I left it with Emma. I had to go to the bathroom. I was gone for 2 seconds. It's not my fault. 艾玛将责任全部推到罗伯的身上，本以为他会暗自高兴，谁知他转头却坐到镜子前，练习如何向罗伯道歉。Robert, I wanted to apologize. 随后他找到罗伯，谎称露营刀是他刚找到的，还没来得及还给他。看着他那真诚的眼神，罗伯选择了原谅。可他根本不会想到，这只是艾玛复仇计划的开始。到了晚上，当罗伯在车库里修车时，电灯突然被关闭。紧接着，好端端的起重机也被人为放下，车辆瞬间坠落，直接将罗伯的下半身压在了车底。在重压之下，罗伯还未来得及呼救就昏死了过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艾玛所为，他以为罗伯这次必死无疑，于是得意地吹着口哨离开了现场。直到2个小时后，姑姑因一直未等到罗伯回房睡觉，便来到车库寻找，结果却惊恐地发现了罗伯的惨状。好在抢救及时，罗伯的小命算是保住了，但他却断了一条腿，并且陷入了深度昏迷。然而艾玛却趁机闯入罗伯的房间，再次将那把露营刀据为己有，而这把刀即将派上更血腥的用场。由于罗伯的意外，艾玛转去寄宿学校的计划被取消，她继续回到学校，班上却新来一个叫凯特的奇怪女生，她总是不经意地偷看艾玛。课后经过交谈，发现他们都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，而且凯特还认识艾玛，可艾玛却对她并无太多印象，但她明显感到对方来者不善。You think you're smart? Would have figured it out eventually. 由于心中充满疑惑，艾玛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频频走神，直到被好友斯蒂芬替换下场。Emma, we need more practice from you. 老师的评价让艾玛非常沮丧，因为她一直渴望成为舞蹈队的队长，而斯蒂芬的出色表现无疑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，艾玛觉得必须采取更极端的手段。很快，她就想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时间来到竞选那天，艾玛刚踏入学校，就听到斯蒂芬出事的消息。原来有人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宠物狗，还将狗狗的尸体切成了碎片。斯蒂芬受到严重惊吓，因此请了几天假。而这个结果正是艾玛所期望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暗中操作的。他先是将斯蒂芬的狗引诱到树林中，接着用露营刀对他执行了极刑。尽管艾玛自以为行动十分隐秘，但凯特却直接揭露了他的罪行，并声称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擅长制造意外。原来凯特和艾玛曾是同班同学，当年仅因为好友麦洛赞美了凯特的手表，艾玛就故意将他撞倒，并趁机将手表偷走。但这不是重点，不久后麦洛就离奇的坠崖身亡，而凯特最尊敬的老师也死于一场由黄蜂引发的离奇车祸。尽管警方给出的结论都是意外，但经过多年的调查，凯特确认艾玛就是凶手，因为有人曾目睹他出现在麦洛出事的悬崖，并且他还不惧怕黄蜂。为了揭开这2起命案的真相，凯特追到这所学校。然而面对凯特的指控，艾玛不仅坚决否认，更是故意激怒对方。Just slap people. What the hell's wrong with you? 男同学护送艾玛前往医务室，艾玛则趁医生暂时离开的时候，偷偷取走了桌上的钥匙，接着打开了放药的柜子，从里面偷走了一袋白色药物。
或许是觉得已经胜券在握，艾玛在竞选队长时发表了精彩的演说，可现实却又给他上了沉重一课。队友们最终还是将选票都投给了缺席的斯蒂芬。而当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中时，姑姑又告诉了他一个更糟糕的消息：罗伯已经苏醒了，他正准备赶过去。艾玛更加崩溃，没想到这2件事他都搞砸了。在巨大的挫败感中，艾玛感到几乎无法呼吸。而在医院里，姑姑询问罗伯是否还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。由于罗伯无法发声，他又贴心地拿来纸和笔，却看到罗伯在纸上写下了艾玛的名字。然而他却误解了罗伯的意思，以为他是在关心艾玛转学的事情。几天后，姑姑将罗伯接回家中，并雇佣了一个保姆在白天照顾他。艾玛试探性地询问罗伯是否记得事情的经过，但罗伯并不完全确定是艾玛做的，因此只能暂时稳住他，谎称那只是一个意外。见罗伯并未怀疑自己，艾玛安心地返回学校，而斯蒂芬也回到了课堂。艾玛恶狠狠地盯着他，接着又偷偷给他发了一条视频，并示意他查看。然而当斯蒂芬打开视频时，手机上突然闪现出白色的死亡光斑。艾玛趁乱处理掉视频，原来斯蒂芬有光敏性癫痫，尽管他很快被救护车接走，但他还是没能挺过来。原来那天艾玛从医务室偷走的正是他的救命药。然而在斯蒂芬去世后不久，姑姑却收到了一段偷狗的监控视频，虽然没有拍到正脸，但他一眼就认出了视频中的艾玛。他立即跑回家里与艾玛对峙，艾玛不得不承认是他放走了狗，但也只是为了打乱斯蒂芬的节奏，绝对没有伤害他们。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姑姑只能先安抚艾玛，可怀疑的种子已经在她心中埋下。她上网查询资料，发现艾玛的行为与人们口中的天生坏种极为相似。这些人惯于说谎，缺乏同理心，他们喜欢虐待动物，甚至有暴力行为。更可怕的是，目前还没有治疗方法。第二天，保姆陪着罗伯在泳池边透气，突然屋内传来一声巨响。What the hell? 保姆立刻进屋查看，发现是相框掉下来砸到了药箱，药品散落一地。他急忙出去找人帮忙，却看到艾玛已经坐在泳池边。于是他请求艾玛帮忙将罗伯推回房间，自己去处理一下药箱。虽然艾玛嘴上答应，可转身他就假装接起了电话。罗伯感到很不舒服，请求艾玛将自己推回屋里，可他却充耳不闻，甚至还故意走远。罗伯只能自己去购轮椅。直到保姆再次返回时，艾玛才假装打完了电话。Robert, 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is happening Ignoring here? me. Trying to. No, I was finishing up a call. I'm sorry. 两人合力将罗伯扶上轮椅，看着他痛苦的背影，艾玛得意地吹起了口哨。然而这声音却唤起了罗伯的记忆。原来在事故发生时的现场，他听到了同样的口哨声。没想到那次意外真的是艾玛故意为之。当天晚上，由于姑姑要值夜班，家里只剩下罗伯和艾玛。I remember everything. I know it was you.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? 罗伯声称他不会说出真相，因为他不想妻子难过。但他有个条件，艾玛必须答应，那就是他去寄宿学校，还他们一家人清净。然而艾玛直接拒绝了罗伯的要求。Tengo en la mida mejita. 罗伯根本不会想到得罪艾玛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回到房间后，艾玛进行了心理评估测试，结果显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。可艾玛却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。第二天早上，姑姑上完夜班回家后，带回了一只特别的玩具熊，熊眼睛里装着监控，以便于她实时查看罗伯的状况。因为她要去见一个或许可以给她真相的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她将宝宝也一并带走了。2个小时后，他抵达了湖边的小屋，因为当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惨案。艾玛的父亲曾试图枪杀他，但被邻居大叔及时阻止。虽然当年警方判定是因为艾玛的父亲犯病，所以才酿成的惨案，但姑姑开始怀疑真正生病的可能并非哥哥。她找到当年开枪的邻居大叔，希望能获取一些有用的线索。据老人回忆，当年他在开枪前的确听到艾玛的父亲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I have to do this. I have to protect her from herself. 姑姑瞬间就明白了哥哥这句话的含义，也更加确认了艾玛就是坏种。可她知道的还是太迟了，因为就在此时，艾玛故意将监控熊转向一旁，接着又偷走了罗伯的手机。姑姑担心出事，一边开车一边焦急地拨打电话，试图提醒罗伯要小心艾玛。可罗伯的手机早已被艾玛控制。接着艾玛给凯特打去了电话，谎称只要他愿意来家里，自己就会告诉他全部真相。但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找一个替死鬼。挂完电话后，他又给一直追求他的男孩发起视频通话，因为他需要一个现场证人。但他将与男孩的见面时间安排在了与凯特会面后的1小时。而凯特知道这次会面充满危险，因此在进门之前，他特意打开了手机录音，并把防狼喷雾放在容易拿取的口袋里。为了让艾玛放松警惕，凯特毫无戒备地喝下了艾玛为他准备的热咖啡。没想到艾玛果然上当，承认了当年所有的杀人事件以及最近杀死斯蒂芬的过程。然而就在凯特试图进一步追问时，艾玛却话锋一转 He started it.
Chocolate. 原来他打翻保姆的药箱后，偷走了所有安眠药，并将它们全部碾成粉，加入凯特喝的热咖啡中。见对方已经陷入了瘫痪，艾玛从他身上搜出了手机，接着他删掉了上面的录音。 Too bad no one will ever hear that. 最后，艾玛又拿走了凯特的防狼喷雾。原来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但他的计谋还远不止这些。只见他当着凯特的面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开始了他精彩绝伦的表演。 Please help me! My name is Emma Grossman. There's this girl. She's insane. Started a fire. She's attacking me. Please help me! 在凯特被制服后不久，罗伯突然听到宝宝的哭声，误以为是妻子带着孩子回来了。然而在几声呼唤后却没有回应，而艾玛也不见了。罗伯因担心出事，只能自己挣扎着坐进轮椅，循着声音去找。可要想爬上眼前的楼梯却并不容易，然而他别无选择。 Come on, buddy. Daddy's coming. 而在厨房里，艾玛打开了所有的燃气，灶台上迅速燃起了火焰。接着，他又在屋内各处浇上汽油，最后将凯特的手搭在汽油桶上，伪装成是凯特纵火的场景。而在楼上，罗伯终于爬到了婴儿房间，可他将被子掀开之后，却发现只是一段录音。原来妻子和宝宝根本就没有回来。罗伯愤怒地瞪着身后的艾玛，他明白今天自己是难逃一劫了。然而在这紧要关头，姑姑及时赶了回来，他当面揭露了艾玛的真面目。 You're a monster! 说完，姑姑立刻冲进火场，然而她却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：宝宝还在车上。姑姑穿过浓烟，艰难地爬上2楼，找到了即将昏迷的罗伯。可惜由于火势太大，最终2人都倒在了楼梯口，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。而在楼下，艾玛抱着表弟，冷漠地看着自己的杰作。警察此时也赶到现场，火警迅速冲入屋内，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与此同时，追求艾玛的男生也赶到了现场。 男孩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外表如天使般纯洁的女孩，此刻正露出世上最邪恶的笑容。